没过多久，怨神婆婆也抱着昏迷的宋允追了过来，而看众人那如此担心楚风的模样，她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人，您真的将玉英种入了我师弟身体里？怨神婆婆有些悔恨自己来晚了。可实际上，就算她在场，也根本挡不住狱宗地狱使。别担心，你们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就是圣坛指引，被圣坛选中的人就是如此特别。老夫真是太走运了。狱宗地狱使说话都带着笑意，看着楚风没有不良的反噬，他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今日真是三喜临门，三喜临门啊！怨神婆婆，说起来这都是你的功劳，若不是你，我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喜事。日后我必然会奖励于你，只是现在需要告别了，我必须尽快将他们带回狱宗。狱宗地狱使说道：“大人，您要将楚风也回狱宗吗？”怨神婆婆问道。当然。狱宗地狱使说道：“那大人，劳烦您让我同行吧。楚风乃是我师弟，我答应过我师尊，要一直跟着他，保他周全的。”怨神婆婆说道：“跟着我，难道还会有谁能够伤害他吗？你就尽管放心吧。你们在见面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楚风，还是你的宋允，他们绝对都会让你刮目相看。”狱宗地狱使此话说完，一股力量便束缚住楚风。与此同时，在怨神婆婆怀中的宋允也是漂浮而起，飘在了狱宗地狱使的身边。他是真的要带楚风他们离开了。等一下。见状，楚风则是赶忙开口：“孩子，你有事交代，那你就快点与他们说吧，咱们可要抓紧时间呢。”狱宗地狱使对楚风问道：“我不是有事交代，我是有事要做。我不拒绝前往狱宗，但能否让我多留些时日，让我将我该做的事情做完？我不是有意拖延，而是人命关天。”楚风说道：“别人的命与你何干？若是没别的事交代，那就启程吧。”可谁成想，狱宗地狱使此话说完，楚风以及宋允还有那个小女孩便一同不见了。显然，狱宗地狱使拒绝了楚风的要求，直接带着他们离开了。该死的，我就说不要过来，你非要来。现在好了，你的女儿是得救了，可是楚风少侠却被你坑惨了。你师尊是叫你保护你的师弟，不是叫你坑你的师弟。圣光白眉指着怨神婆婆怒声咆哮，她是真的愤怒极了。若不是怨神婆婆非要来，楚风也不会遭遇此劫。事已至此，你责怪我姐姐也是无用，更何况我看那狱宗地狱使也不会伤害楚风。他若真是无恶不作，我们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吗？道海仙姑站出来说道：“白眉大人，你莫要太过激动，此事对楚风小友而言未必是坏事。”念天道人也是劝道：“他今日的确没有伤我们，可也改变不了他狱宗作恶多端，坑害无数孩子的事实。那狱宗就是邪门歪道，被带入那种地方，会是好事吗？”圣光白眉很是不服地叹道：“邪门歪道又如何？我女儿的命，今日还就是这个邪门歪道救的。你们圣光一族是名门正派，圣光天河如今的样子，难道不是你圣光一族造成的？我看死在你圣光一族手中的人，未必就比死在狱宗手中的人少。”怨神婆婆怒斥道：“敢辱我圣光一族，你是找死吗？”圣光白眉说话间，眼中竟涌出杀意，想动手，那你试试看。我告诉你，老白毛，就算你是楚风师弟的朋友，我也不会惯着你。怨神婆婆说话间，祈求品武尊的威压也是释放而出，感受到这股力量，圣光白眉虽说气得脸红脖子粗，大气喘咳不停，可是却也不敢动手，毕竟他也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怨神婆婆的对手。在我看来，狱宗若真的能够赋予楚风师弟力量，那对他而言就是好事。我承认今日之事与我有关，我不推卸责任，但就算怪我，也是楚风师弟和我师尊怪我，还轮不到别人。怨神婆婆此话说完，看向了道海仙姑。楚风师弟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心愿我需要替其完成，我们要去找那阴院。怨神婆婆说话间，便与道海仙姑御空而起，而圣光白眉虽然不爽，但还是选择跟了上去。至于楚风，则是被狱宗地狱使强行带着上路了。一路上，楚风在尝试劝说狱宗地狱使，只是没有用，对方根本不予理会，并且这狱宗地狱使有件黑色的孤舟，那孤舟不大，可在远古传送阵内，速度非常之快，比楚风拥有的任何一件宝物都快，这大大的加快了赶路的速度。所以楚风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这位狱宗地狱使带离东域。这狱宗地狱使赶路的速度太快了，他不会沿着一条道路一直走，而是穿插于各个远古传阵，不停地改变路线，应该是超了某个近路。所以没过多久，他便已经彻底离开东域，已经进入了浩瀚修武界的北域，进入了图腾天河的领地。图腾天河给楚风的感觉的确不同，普遍修为都是强于九魂天河的，就别说圣光天河了，但这里的修武者修为强，应该不仅仅是天赋更强。楚风能够感觉到这里的天地能量比九魂天河以及圣光天河要强，并且也更容易吸收，而其中的修武之道也更容易顿悟，这对于修武者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就像是吃紫青菜长大的孩子和吃肉长大的孩子，力量肯定会有所不同。所以楚风觉得图腾天河能够强于圣光天河与九魂天河，不仅仅是天赋差别，他们所处的修武环境本身也是优于圣光天河与九魂天河的。赶路途中，小女孩与宋允一直在昏迷，便被狱宗地狱使收入了阵法之中。本来楚风还想找机会和那小女孩聊一聊，毕竟这个小女孩太神秘了，只是因为她一直昏迷，楚风也只能选择等待。狱宗是在图腾天河吗？忽然楚风对狱宗地狱使问道。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们一路走来几乎都是在传送隧道之中度过，就算偶尔停留，也是从一个传送阵出来便赶往下一个远古传送阵。可眼下走出传送阵之后，狱宗地狱使赶路的方向不太对，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片浩瀚无边的深山老林之中，这里偶尔还能遇到其他修武者，那四下观察的样子似是在寻找什么。来到这种地方可不像是赶路的样子，所以楚风才觉得他们有可能已经到达终点。
或者是这位狱宗地狱使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的终点可不是图腾天河，在这里停下，是看看能不能带你品尝一下图腾天河的美味。狱宗地狱使说道。美味？什么美味？楚风也是有些好奇，毕竟这位地狱使如此迫切的赶路，就想尽快回到狱宗，如今却因为什么美味而停止赶路，足以说明这美味的不简单。反正你肯定没有品尝过，因为哪怕在图腾天河，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却没有机会品尝的好东西。当然，如此美味实在可遇而不可求，今日能否得偿所愿，还要看咱们的运气。狱宗地狱使故作神秘地说道。楚风也无可奈何，他现在表面上看是与狱宗地狱使同行，可实际上他就是个阶下囚。这片山脉极为辽阔，大到超乎想象，恐怕比一座小型的凡界还要大。偶尔遇到的人也是漫无目的的寻找着，可是狱宗地狱使就像是明确知道方位一样，轻车熟路的赶路。终于，他在一座悬崖处停了下来，在那悬崖边上有着一座木屋，木屋很是古朴，乍一看像是建造在悬崖边上，可楚风一眼就看出这木屋的不简单。木屋是抓在悬崖之上的，它就像是具有生命一样，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抓在了悬崖之上。而木屋的入口上方悬挂着一个牌匾，牌匾写着龙溪拳馆4个字。真的被我找到了，楚风啊，你这运气不错，要知道可不是谁都有这个运气的。此时狱宗地狱使显得十分高兴，但说话间一重结界之力也是自其体内涌现，覆盖全身。在结界之力的加持下，他的服饰也是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是头戴斗笠，身披长袍，可斗笠和长袍的颜色都变为了青色，长袍上原本写着的地狱使3个字也依然不见。这是什么地方？居然要让你伪装样貌？难道这里不欢迎狱宗的人吗？楚风问道。狱宗太过招摇，还是这样好一点，你要是懂事，进去后也别说出我的身份。狱宗地狱使这句话表面看是提醒，实际上更像是威胁。随后他便带着楚风走进了这所谓的龙溪拳馆。这龙溪拳馆从外面来看很小，可实际上走进去之后也不大，里面的装饰和外面的风格很像，很是古朴，甚至有些简陋。可这里面的人却个个都不简单的样子，拳馆内的人个个兴高采烈，看样子能够进入这龙溪拳馆，对他们而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位兄台可有龙泉币？我愿拿这件祖传尊兵来换。而刚刚进门，便有一位花白老者手握一把银色的长刀走了过来，那是一件尊兵，并且那尊兵的品质还很不错。有，但是不换。狱宗地狱使直接拒绝，随后找了一个桌子入座。小二2碗龙泉。话罢，手掌向桌上一拍，20个三角形的铁器落在了桌子上。那铁器乍一看寻常，可若仔细看，那并非寻常的铁器，而除了材料不一般，上面还雕刻着龙的图案，那龙竟会蠕动，如具有生命一样。实际上那是一种阵法。很快，一个店小二模样的男子跑了过来，看到这店小二，楚风神色一动，因为这店小二有些不寻常，虽是人族模样，可他的身上和脸上却都有着鳞片，那鳞片还很不简单，不是鱼鳞，也不是蛇鳞，更像是龙鳞。客官稍等，这位店小二收走龙泉币便离开了。仁兄，若有多余的，就换给我10个龙泉币吧，我再加上这些，可否？我苦寻龙溪拳馆，寻找了500多年了，今日好不容易被我寻到。可是那位花白老人又走了上来，手中除了尊兵掌刀，又多出了一个乾坤袋。500年的时间，怎么可能连10个龙泉币都找不到？说明你根本没有用心寻找，或者说根本就没找。今日偶遇龙溪拳馆开店，也只是走了狗屎运罢了。兄台，龙溪拳馆是开给有准备之人的，你既然没有准备，就算有这个运气遇到龙溪拳馆开店，却也没有这个命来享用龙泉，认命吧。狱宗地狱使对花白老人说道，话语之中还有着几分不耐烦。说得对，没有龙泉币，不配饮用龙泉，赶紧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快走快走。而狱宗地狱使这番话也是引得拳馆内不少人的赞同，一时之间竟出现了不少讽刺那花白老人的声音，甚至开始驱赶他。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龙溪拳馆的店小二却什么都没说，并没有驱赶这花白老人的意思。哼，老夫还真就不信了，就没有人愿意与我兑换。见又被拒绝，那花白老人也是变了一副面孔，但并未离开，而是又回到了门口的位置，等待新的客人进入此处。而楚风在此期间则是观察起了其他人桌上的龙泉，那龙泉就是用很寻常的2大碗装着，里面就是水，蕴藏着一些天地能量，但是天地能量并不强。除此之外，楚风也是看不出还有何特殊之处。可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客人饮上一口都会露出极为享受的表情，那是一种形容不出来的感觉，就仿佛是进入了另外一种境地一般。这龙泉到底有何来历？那人竟不惜用尊兵来换。楚风问道，既然我们如此幸运能找到龙溪拳馆，就算你不问，我也会告知你这龙泉的厉害。狱宗地狱使也不再隐瞒，而是为楚风讲述起这龙溪拳馆的事。龙溪拳馆是由一位神秘人开的，此人究竟是谁无人知晓，但是管理龙溪拳馆的是名为龙溪一族的族人，比如刚刚的店小二就是龙溪一族的族人。龙溪一族乃是真龙后裔，且掌握着龙溪之力，而龙泉便是用龙溪之力淬炼出来的泉水，此泉水有着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之效，但最吸引人的却是它的美味，那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味。据说那种美味会让人沉醉其中，只是龙泉的制作极难，数量有限，因此龙溪拳馆虽有10家，但每隔1年才会开店营业一次，并且出现的地方是不固定的，并且只有龙泉币才能购买龙泉。也就是说，想要饮用龙泉，需要提前准备好龙泉币，然后再看有没有这个运气能够寻找到龙溪拳馆。可是散播在外的龙泉币非常的贵，再加上想找到龙溪拳馆很难，就算得到了龙泉币，也可能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很少有人会提前花大价钱
去兑换龙泉币，因此想喝到龙息泉馆内的龙泉是很难的事。有些人苦寻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机会，而有人就算运气好，如那位花白老人，有遇到龙息泉馆开业的运气，但因为没有提前准备龙泉币，也是没机会品尝。但你明明早就知道龙息泉馆开放的位置。楚风说道：“我是得到一位高人指点才知晓的，其实我也不确定，只能说咱们运气不错。我也是第一次饮用龙泉，此泉极妙，据说能让人忘却烦恼。耐心等待吧，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狱宗地狱使的语气都充斥着兴奋，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的期待，也就难怪他明明那么急着回到狱宗，却在还是路过此地时，特意来到此地寻找着龙息泉馆。龙泉还要经过特殊加工才能饮用，所以哪怕付了钱，楚风还要等上片刻。于是楚风将目光定在了一幅画卷之上，那幅画卷长有5米，高有1米，至于其中的内容则是杂乱无章。说它是画吧，什么内容都看不出来，但说它不是画，它却又有着几分艺术气息。而在那画前聚集着一伙人，其中一位老者，只看他的样貌便给人一种深不可测之感，那可不是装的，而是修炼到一定境界的强者才能散发出的气势。楚风猜测，这位老者很可能是一位半神境的强者。除了这位老者外，其他人皆是年轻的男女，而从他们腰间的腰牌可以得知，他们皆是来自一个名为天风剑阁的势力。眼下天风剑阁的所有人都围在那幅画前，而楚风发现那完整的画是可以分开移动的。天风剑阁的那些人正在一边讨论，一边思考，一边移动那画的内容，似乎是想把原本看不出内容的画改成可以看出内容的画。最主要的是，这幅画的内容虽然看不懂，可画框的上方却写着4个字：真龙棋盘。真龙棋盘明明是画，怎会与棋盘扯上关系？楚风有些不解地嘀咕起来，这的确不是画，而是一个棋局。据说每个龙息拳馆都有这样一个棋局，若是有人能破，会得到一块龙息令牌。不过至今没有人能够破开这棋局。狱宗地狱使说道：“那龙息令牌有何用处？”楚风问道：“这我也不知晓。”狱宗地狱使说道：“虽然他没有给予确切答复，可楚风还是认真观察起来，甚至动用了天眼。而动用天眼之后，那真龙棋盘便立刻变得不一样。天眼之下的真龙棋盘与正常视线的真龙棋盘简直完全不同。正常视线的真龙棋盘杂乱无章，可天眼之下却成了另外一幅画。天眼之下的感觉就是一幅原本完整的画被切割成了多份，并且错乱开来。但是对于楚风这种界灵师而言，只看一眼就知道要如何将其恢复成完整的模样。若是恢复完整，那将是一条威风凛凛、霸气非常的巨龙，也就难怪它会叫做真龙棋盘了。若是棋盘，是不是将其恢复成一幅完整的画，就算破解了这棋盘？楚风问道。正是如此，公子有没有兴趣一试？还不待狱宗地狱使回答，其中一名店小二便开口了，他似乎很希望最场的人来尝试破解这棋盘。真是如此简单？莫要骗人啊！楚风说道。天眼之下恢复这真龙棋盘太过简单，楚风觉得若真是如此，反而不太现实。简单？这人在说什么胡话？而楚风此话一出，顿时无数道目光移向了楚风，但看了一眼楚风之后，却都是嗤之以鼻。尤其是那聚集在天龙棋盘的那些来天风剑阁的年轻弟子们，更是说了一些有些难听的话，充斥了对楚风的嘲讽。事实上，不仅是拳馆内的客人，就连刚刚告知楚风的店小二也是笑了。客官的确是将这真龙棋盘拼凑完整即可，但这可并不简单。据说完整的棋盘是一幅威严无比的真龙，可您现在能从这棋盘中看出真龙的痕迹吗？您要如何拼才能将这真龙棋盘拼凑出来？店小二的话语也是有着几分调侃。听店小二这样一说，楚风心中也是泛起了嘀咕，觉得自己可能是小看了这真龙棋盘，因为天眼之下想要恢复实在太简单了。可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图腾天河，只说这拳馆之内就有着不少高手，楚风天眼能够一眼看穿的事情，他们会看不穿吗？所以楚风觉得真龙棋盘可能另有难题。前辈，你可有认真观察过这真龙棋盘，有看出破绽吗？楚风对狱宗地狱使问道。虽说起初对这地狱使楚风十分厌恶，可是经过相处，楚风发现这地狱使虽然有着他固执的想法，但却并不是滥杀无辜的大恶之人，并且狱宗地狱使对楚风也始终很是客气，所以后面也是愿意称他一声前辈。看了我什么都看不出来。楚风，难道你看出了什么？狱宗地狱使问道。你难道看不到那条龙吗？楚风问道。龙？这位公子，你能看到龙？楚风此话一出，天风剑阁中的一名女子便立刻转身对楚风询问起来。那名女子长相不是天香国色，但却英气十足，而且从他们交谈，楚风也能看出这名女子在这些天风剑阁小辈之中应该地位不低。她对这真龙棋盘十分感兴趣，甚至天风剑阁那些小辈如此的想要破解这棋盘，很可能也是因为她感兴趣，所以才想试一试的。正因如此，当楚风说画中之龙的时候，他才会对楚风询问。可还不待楚风回答，那女子身旁一名白脸男子便率先开口了。师妹，这就是一个把牛皮吹上天的家伙，你看他那样子，他像是有那实力的人吗？这种没本事却爱显摆的人实在太多了，你怎么能相信他呢？白脸男子此话说完，那女子也是觉得有些道理，于是转过头去继续观察那真龙棋盘。而与此同时，一道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小子，你在这吹什么牛？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师妹的注意吗？我告诉你，若是如此，你趁早给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否则我灭你满门。这道充斥着威胁的暗中传音正是那名白脸男子，而楚风也不是善茬，岂能容忍他这样威胁自己？于是楚风直接站起身来，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没有与你那位师妹有任何交集，就只因为你师妹询问了我一句，你就要灭我满门？这样说来，
是不是所有与你师妹交谈之人，你都要灭其满门？”楚风这话可不是暗中传音，而是当众说出的。而他这番话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那白脸男子也是没有想到楚风会直接与他叫板，所以他也是有些慌了。“你在说什么呢？你是不是有病？”但他还是指着楚风怒骂起来。他自然不会承认暗中威胁楚风之事。“哟，张口就灭我满门，我还以为多了不得，原来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废物。”楚风叹道：“你说谁废物？你信不信我废了你？”楚风此话使得那男子勃然大怒，而他说话之间更是直接散发出了威压。此子竟然拥有着五品5尊的修为。两位，龙溪拳馆可不是闹事的地方，你们若在吵闹，影响其他客人，就别怪我龙溪拳馆赶人了。可就在此时，龙溪拳馆的店小二开口了，并且在他们的身上，楚风能够感受到超越5尊的气息。这店小二服务客人的时候，看着是那样的不起眼，可现在才知道，他们竟皆是如此强横的存在。楚风，算了，我们是来品尝龙泉的，不是来惹事的。狱宗地狱使对楚风说道，说话间还伸手将楚风拉回到了座位上，莫要影响他人。而与此同时，天风剑阁那位深不可测的老者也是开口了。于是那白脸男子也不再说什么，只是转头之前却是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那种眼神同样满是威胁，就像是绝对不会放过楚风一般。至于楚风，虽然对其不爽，可他也看得出来，在龙溪拳馆内是不能动手的，于是也只能暂时作罢。客官莫要生气，还是尝尝我龙溪拳馆的龙泉吧。很快，先前那位收走龙泉币的店小二便端着2碗龙泉走了上来。楚风赶忙端起，轻轻地尝了一小口。而当龙泉入口那一刻，楚风终于知道为何只是可口之物便能让人不惜用尊兵的价格来换上一碗。他对修武的确没有太大帮助，可是那龙泉入体，仿佛整个人都得到了净化，就连原本心中有怒的楚风，这一口龙泉入口，怒火竟消除大半。于是楚风又连续喝了2大口，这2大口下肚，楚风感觉整个人处于一种极为舒适的状态，那是他很久没有过的放松与舒适的感觉，甚至忘却所有烦恼，让他有些沉醉其中。爹爹，你看这龙泉好像很好喝的样子。可就在楚风沉浸那种舒适之感时，一道小男孩的声音却将其从那种状态拽了回来。顺身观望，不知何时在他的旁边出现了2个人，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小男孩。中年男人长相粗糙，满脸胡渣，穿着更是十分简陋，就像是随便找了一个麻袋披在身上，然后用麻绳在腰间一系，就完成了一件衣服。他连鞋子都没有，那黑漆漆的大脚满是泥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身后还背着一把斧头，那不像是尊兵，甚至不像兵器，看着极为普通，就像是平民百姓用来砍柴的斧头一样。而那个小男孩只有10岁的样子，也是脏兮兮的，长得虽然不好看，但憨憨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这位少侠，那个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少侠能否将龙泉借我儿子品尝一点就可以了？当然，少侠若是不愿意也没关系，是在下唐突了。中年男人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楚风说道，甚至说这番话的时候都不敢直视楚风，生怕楚风会骂他一样。楚风看得出来，他不像是一个脸皮厚的人，但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他还是厚着脸皮提出了这个不情之请。看着这对父子，楚风不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义父。于是楚风掌心张开，以结界凝聚出一只碗，便想将自己的龙泉分一部分给这小男孩。可突然间，一只手将楚风的那碗龙泉夺了过去。是狱宗地狱使，没有准备的人不配饮用龙泉，而你既要将龙泉赠予这种人，那你也没有资格饮用了。狱宗地狱使此话说完，便将楚风的那碗龙泉一饮而尽。装好人，这回还装不装自己那份都没有了，真是没有自知之明。那天风剑阁的白脸男子应该始终观察着楚风，所以见到这一幕，他立刻发出嘲讽：“抱歉了，少侠，都怪我。”见此情形，那中年男子十分惭愧：“对不起，大哥哥，是我不好，害了你。”就连那小男孩也是十分懂事的向楚风道歉：“别这么说，这和你们没关系。你很想品尝龙泉，我帮你想想办法，等我一下。”楚风对小男孩说道。可谁曾想他话音刚落，那天风剑阁的白脸男子便又找茬的开口了：“想办法？你也想学门口那个老头拿件尊兵与人换吗？还是说你要学这对穷父子厚着脸皮找别人借上一碗呢？连与你同行的人都看不起你，你觉得其他人会借给你吗？”那白脸男子的话语充满讽刺，而楚风这一次没有再与其拌嘴，而是站起身来直接向其走去。见此一幕，那天风剑阁的人都以为楚风是要找茬，一个个的都是面露不善的盯着楚风，甚至有人将手握向了身后的长剑。这位姑娘，你可有多余的龙泉币？可谁曾想，楚风并没有理会白脸男子，而是对那名英气十足的女子询问起来：“有倒是有，但我不会与你兑换的。我觉得与你同行的前辈说的很对，没有准备的人不配饮用龙泉。”那女子说道：“这样，我与姑娘打个赌吧。”楚风说道：“我从不与人打赌。”那女子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去，不再理会楚风。她显然没有想到楚风会要与她打赌，而她应该很厌恶这种行为，所以就连后面说话的语气也是变得不耐烦。“我与姑娘赌，我可以解开这真龙棋盘。”楚风说道。“你说什么？”听闻此话，那女子也是立刻看向楚风，眼中涌现出些许诧异。她没想到楚风提出的赌约会是关于真龙棋盘的。若是我能破开这棋盘，姑娘只需给我20个龙泉币即可。楚风说道。“你若要破就破，和我无关，我没必要与你打赌。”可哪怕如此，那女子也仍是拒绝了楚风的要求。“小子，你真的要赌？”可谁曾想，那白脸男子却来了兴趣。“你有龙泉币？”楚风问道。“老子龙泉币多得很。”那白脸男子说话间，从乾坤袋内取出了20个龙泉币。“若你真能解开真龙棋盘，这20个龙泉关币就归你。”
可你若不能解开这真龙棋盘，你就自己割下你的舌头，怎么样？白脸男子对楚风问道。好，就依你，诸位可都看着呢，输了可别反悔。楚风说道。我李汉向来说话算话，倒是你真的敢吗？那白脸男子说道。李汉，原来他就是李汉，天风剑阁当今的小辈第一人。他报出名号之后，龙溪拳馆的一些人也是发出议论之音，而听到众人的议论，那李汉的脸上也是露出得意，同时也是更显自信。小子，怎么不说话了？你是怕了吗？刚刚是虚张声势的吧？你这种货色，怎么可能破开这真龙棋盘？李汉更是直接对楚风进行羞辱。我不是已经接下你的赌约了吗？何时听到我怕了？劳烦诸位让一下，我要解开这棋盘了。楚风说话间，便直接穿过了天风剑阁这些小辈，而那些小辈也是十分不服的看着楚风，他们可不相信楚风能够解开这真龙棋盘，只不过是在等着看楚风的笑话而已。至于其他人，也都开始关注起来，包括其他客人以及龙溪拳馆的店小二，当然他们也同样没对楚风抱有期望。可只见楚风的手掌快速在真龙棋盘移动，那原本看着毫无章法的画卷便开始有了形状，隐约间可以看出那是一条龙的形态。而伴随着楚风的继续出手，那龙的形态越发明显。不过片刻的功夫，那混乱不堪的真龙棋盘已是呈现出了一幅完整的画卷。那画卷上面正是一条威风凛凛的巨龙，解开了，居然真的解开了！还是这么短的时间，众人皆是感觉难以置信，惊呼之声响彻于这龙溪拳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解开真龙棋盘？你必然是用了障眼法。然而那李汉却根本不相信楚风真的解开了真龙棋盘，一口咬定楚风是使用了障眼法。障眼法吗？若真是如此，也太卑鄙了吧！居然用障眼法，应当严惩此人。而李汉此话一出，也倒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毕竟在他们心中，能够解开真龙棋盘的人，必然是极为利奥德的存在，不可能是楚风这样一个无名小辈。况且这无名小辈解开棋盘居然如此轻松，就更加不合常理了。所以他们也开始觉得楚风应该是使用了某种障眼法，而并非是真的具有解开这真龙棋盘的实力。可就在此时，那真龙棋盘内传来一声龙啸，紧接着真龙棋盘内的巨龙竟从真龙棋盘飞掠而出。它先是围绕着楚风旋绕了一圈，随后便化作一缕气焰落入了楚风手中。当那气焰消散，人们发现在楚风手中出现了一道令牌，而那令牌任凭是谁都能看出它的非同小可。障眼法吗？那你看我这令牌是不是障眼法？楚风手持令牌，笑眯眯地对那李汉问道。这难道就是龙溪令牌吗？众人皆是凑上前来，认真地打量起楚风手中的令牌。这块令牌看着虽然普通，可是上面却写着龙溪二字，只是这两个字就已经说明了他的身份。此时龙溪拳馆内的所有店小二都是走上前来，他们反复检查了一下真龙棋盘，应该也是在确定楚风是不是真的解开了这真龙棋盘。客官，你已经真的解开了真龙棋盘。很快他们再度看向楚风，这一次他们看向楚风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显然他们已经有了答案。我这应该不是障眼法吧？楚风问道。当然不是，您是真的解开了这真龙棋盘啊，公子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要知道这么多年了，您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开这真龙棋盘的人。店小二在与楚风交谈，就连语气都变得格外的尊敬。怎么样，愿赌服输吗？楚风看向那李汉，此时李汉的表情十分难看，简直就像是吃了屎一样。他此时应该恨不得找个缝就钻进去，因为确实太丢脸了。李汉这什么表情？该不会是输不起吧？愿赌服输吧。就是人家这位公子可是真本事。此时那些围观之人也是开始起哄，先前还看不起楚风的他们，眼下却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李汉。哼，我李汉不是输不起的人，拿去。李汉仍然很是不服，这从他说话的语气就看得出来。可在这种场合下，他也是没有办法，还是将手中的20个龙泉币交给了楚风。麻烦给我来2碗龙泉。楚风将20个龙泉币递给店小二，给我也来1碗。紧接着那名天风剑阁的女子也是要了1碗龙泉。好的客官，马上就来。店小二离开没多久，便将2碗龙泉端了上来。这一次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可能这也算是差别对待吧。毕竟现在在他们眼中，楚风已经不是寻常的客官了，这次可以喝个痛快了。楚风将2碗龙泉分别递给了那名父子俩。少侠，这不太好吧？我们只要1点就够了，这太过意不去了。那中年男子有些不好意思，大哥哥，我不用这么多的。就连那憨憨的小男孩也是连连摇头，虽然他的眼中满是渴望。别客气，难得有这个缘分。其实我也是看在你儿子的面子上，看你儿子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父亲。楚风说的也是实话，楚风自认为他不是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大善人。楚风修炼可不是为了天下众生，他只是自私的想保护他的亲人朋友，所以楚风做好事也是凭感觉和缘分。这对父子是触碰到了楚风的内心，才让楚风做了这件事。少侠，好人会有好报的。中年男子接过了2碗龙泉，便与那小男孩分别畅饮起来。可就在这时，又有1碗龙泉递到了楚风的身前。别只顾着做好事，难得遇到龙溪拳馆开业，自己也要喝饱啊。是那名天风剑阁英气十足的女子。原来她后面要的这碗龙泉是为楚风准备的。在下天风剑阁楚谷雨，先前多有得罪，还请公子大人有大量，而这碗龙泉便当作赔罪。女子以双手端着这碗龙泉，说话时还微施一礼，这态度比先前不知好了多少。楚谷雨，她就是天风剑阁阁主的孙女，早就听闻过楚谷雨，据说其天赋比李汉还要强，迟早会超越李汉，成为天风剑阁最强弟子。只是她很少离开天风剑阁，少有人见到过她的真容。不成想，竟是一位如此英姿飒爽的姑娘，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女子介绍过自己之后，拳馆内又响起了一些议论的声音，这也是说明了为何连李翰那些年轻弟子都会围着这女子了。原来她是身份与实力兼备的人物，这种人不成为天风剑阁的宠儿，反而才不合理。你叫楚谷雨，可是相比于其他人，楚风根更在意的却是这名女子的名字。怎么了？楚谷雨有些不解地问道。不仅同姓，这名字还很亲切。楚风笑了笑，毕竟自己在楚家的大哥可是叫做楚谷雨，这名女子叫做楚谷雨，虽然他也知道只是谐音相近，并非是真正的名字相同，可还是感觉非常亲切。不因别的，只因楚谷雨这位大哥在楚风心中的分量实在太重了。毕竟年少时期在楚家，楚风可是遭受了不少欺凌，若不是义父和楚谷雨的保护，楚风的日子可是非常难过的。所以哪怕只是谐音，可这个名字却也的确得到了楚风的好感加成。亲切，你可真会胡扯，一个名字你都能觉得亲切，依我看你不是亲切，而是见色起意吧。那李翰在不远处嘀咕道。而看着李翰那满脸酸气的样子，楚风则是撇嘴一笑。楚姑娘，在下楚风，今日相识便是缘分，这碗龙泉既然是姑娘的心意，楚风也就笑纳了。楚风从楚谷雨手中接过那龙泉，抬头便一饮而尽。这一次的感觉比先前还要舒爽，若是可以，楚风也愿意用尊兵再换一碗龙泉，因为这龙泉给人的感觉绝对物有所值。楚风公子能够如此轻易地解开真龙棋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想必楚风公子必是名师出高徒，不知你是来自何门何派？楚谷雨对楚风询问道。如果说先前他只是想解开真龙棋盘，那么现在他已经是对楚风这个人有了兴趣。我不是这里的人。楚风轻描淡写的一个回答，却也表达了他不想透露过多的想法。楚风公子原来是外地人吗？那天风剑阁其实应该尽一下地主之谊的，不知楚风公子可愿去我天风剑阁坐坐？楚谷雨问道。不了，改日吧。楚风说道。因为他知道就算他想去，玉宗地狱石也不会答应的，无论楚风公子何时来，我天风剑阁都会欢迎。女子说话间将一道令牌递给了楚风，那乃是天风剑阁的上宾邀请令。多谢。楚风也不客气，而是直接将那邀请令接了过来。楚风可能不会去天风剑阁，但是人家是好，楚风总也不能拒绝好意。楚风公子，我们还有事，就先行道别了，希望日后真的还能有机会再见到楚风公子。楚谷雨这可是话中有话，就是表明了很想再见到楚风。虽然也都意识到楚风的不简单，可他此话一出，还是使得天风剑阁的弟子们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尤其是那位天风剑阁最强弟子李翰，见自己的心上人被自己厌恶的楚风如此热情友好，他不仅咬牙切齿，连鼻子都快要被气歪了。随后那楚谷雨便离开了，但离开的时候不仅与楚风打了招呼，还特意对着狱宗地狱使施以一礼。他必然是觉得楚风如此利傲的，那么与楚风同行的前辈必然也不是寻常之辈。但楚谷雨却不知道，在离开前的这段时间，楚风其实是有些挣扎的。楚风本来想请楚谷雨帮忙，想借助天风剑阁那位老者的力量帮忙对付狱宗地狱使。楚风虽然经过一路上的接触，觉得狱宗地狱使并不算是彻头彻尾的坏人，可是毕竟楚风现在还不想去狱宗，他想要先将仙喵喵救出来。但楚风又觉得他只是与天风剑阁一面之缘，人家未必会帮这个忙。若是拒绝了，狱宗地狱使搞不好也会对他多有防备，那楚风就算想自己找机会逃回去，怕也是很难了。而就是这挣扎的时候，楚谷雨等天风剑阁的众人已经纷纷离开了。这个时候楚风也就不必挣扎了，因为就算他厚着脸皮开口，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天风剑阁的人离开后，倒是有不少人开始明里暗里来与楚风套关系，他们也都想打听到楚风是来自何处。可是这些人不仅修为较弱，帮不到楚风，其实也都是墙头草，这从他们先前的作风就看得出来。对于这种人，楚风根本指望不上什么，所以也就简单的回应，没有与他们过多交谈。少侠，我们先走了。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对，大哥哥，好人是会有好报的哦。没过多久，将龙泉饮完的父子也是来与楚风道别。小弟弟，你有一个好父亲，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他。楚风也是笑着对小男孩说道。那我一定会的。小男孩仰着小脸，笑眯眯地保证道。随后这对父子便离开了，而楚风则是一直目送他们出去。别看这对父子穿着简陋，看着像是很穷的人，可是在他们身上，楚风却少有的感受到了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当那对父子离开后，楚风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才发现桌子上的2碗龙泉都已经空了。狱宗地狱使也正在看着自己，既然都饮完了，是不是该离开了？楚风对狱宗地狱使问道。而狱宗地狱使没有理会楚风，而是对店小二招了招手。小二，再来2碗龙泉。话罢，又将20个龙泉币拍在了桌子上，直到2碗龙泉再度上桌。那狱宗地狱使将其中1碗龙泉推到楚风面前后，才开口。楚风，真是小看你了，原来真龙棋盘在你眼中真是如此简单。那龙息令牌可否借我看看？显然当楚风解开真龙棋盘之后，就连这位狱宗地狱使对楚风也是有些刮目相看了。你若喜欢，可以直接送你。楚风很是干脆的将龙息令牌递给了那狱宗地狱使。直接送我，该不会是有条件的吧？狱宗地狱使一边打量着龙息令牌，一边发出了老狐狸一般的笑容。前辈，我保证我一定跟你回狱宗，可我朋友有难，我不能不管，你就先让我回去吧，待我处理完此事，一定跟你回去。楚风不想引起旁人注意，这话都是暗中传音的。这令牌乍一看不咋地，但材质很特别，不过除了材质特别，却也没有别的特殊之处，应该就只是用来纪念的，你自己留着吧。狱宗地狱使将那龙息令牌还给了楚风，他根本没有接楚风的话茬，
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关于楚风想先留在九魂天河的事，他仍是反对的。见状，楚风也是有些负气，不再与其交谈，但却也是引用起桌上的龙泉，毕竟这龙泉是好东西，不能浪费。好了，今日真是不虚此行，但也可以继续启程了。将龙泉引进之后，玉宗地狱使显示伸了一个极为舒适的懒腰，便带着楚风出门，一路前行。原本没有任何事情，可是玉宗地狱使却是忽然停了下来，且高声说道：“朋友，一直跟着我们，有何用意？”玉宗地狱使此话说完，便有多道身影飞掠而出，皆是站在了楚风与玉宗地狱使的对立面。这些人大多都是熟面孔，正是天风剑阁的那些人，其中就有那李翰。而除了熟悉的人外，还多出了几个没见过的人，但也都是天风剑阁的人。尤其是站在李翰旁边的一个满头黑发、凶神恶煞的老人。这位老人刚刚并没有出现在龙溪拳馆内，但是他很强，非常的强。他的身上散发着半神境的气息，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感受到半神境气息，可是当一位半神境强者站在面前，楚风仍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半神境的强大，那是意念之间便可让自己灰飞烟灭的人物。诸位，这是何意？玉宗地狱使问道。何意？刚才在龙溪拳馆内发生的事，你不都见到了吗？你们真的以为我天风剑阁的东西就这么好拿吗？那李翰说道。不就是20个龙泉币吗？我这里有2件尊兵，就当还你的了。玉宗地狱使说话间取出2件尊兵，随后便丢向了李翰。可是那2把尊兵在半空之中便被人截取留下来，截取之人乃是楚风。那2碗龙泉乃是我用本事赢来的，没有还给他们的理由。楚风说道。哟，你倒是挺有骨气，就是不知道你等一下还有没有这份骨气。楚风，你也别说我欺负你，你刚才用诈赢我一次，我也不与你计较了，咱们再比一次，就比修武者的真本事，你我1对1的来场切磋比试，你若还能赢我，我不仅放你离开，我还向你道歉认错，但你若是不能赢我，我就要你向我认错。李翰对楚风说道。用诈？龙溪拳馆的人都承认了是我解开的真龙棋盘，你们居然说我用诈？天风剑阁就是这种作风吗？若是如此，那这块令牌我楚风不要也罢。楚风说话间将那块刚刚楚古雨送给楚风的上宾邀请令直接丢在了地上。哼，你那种小把戏也就骗骗我涉世未深的师妹。楚风，我说了，我不欺负你，你是和修为告诉我，我将修为压制到与你相同的境界，咱们来一场公平比试。我李翰绝不占你便宜，若是不敢，你就直接认错吧，反正今日你除非胜我，否则别想安然离开。那李翰很是强势的说道。可能因为有那位黑发老者撑腰，他的底气以及他的狂妄比龙溪拳馆的时候还要更盛。楚风看了一眼玉宗地狱使，见玉宗地狱使没有任何反应，显然不想管楚风这件事了。但楚风却知道玉宗地狱使绝对不可能对楚风见死不救，所以哪怕李翰找来的那位天风剑阁的黑发老者是半神境的强者，可楚风却也并无惧色。你是5品5尊吧？不用你压制修为，我楚风也可胜你。楚风对李翰说道，且说话之间也是将自己那4品5尊的修为散发而出。这小子竟是4品5尊，真是看不出来啊！感受到楚风的修为，那天风剑阁的弟子们也是露出惊讶的表情，就连半神境的黑发老者目光也是有所变化。4品5尊虽强，可显然不是5品5尊的对手啊！此子既然知道李师兄的修为，为何还要应战？此子脑袋是不是有问题？绝对有问题！都说了，李师兄都说压制修为了，他却说不用，这不是找死吗？但是很快，天风剑阁的弟子又开始讽刺楚风，不因别的，只因他们对那李翰充满了自信。若是相同修为，他们觉得楚风也许并非必败无疑，可比楚风高出1品修为，那楚风要如何来赢？小子，你确定吗？刀剑无眼，你真要用4品5尊的修为来与我交手？就连李翰也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楚风。就在此时，楚风额头之上雷纹涌现，其修为也是从4品5尊提升到了5品5尊的地步。哪那么多废话，我不想与你浪费时间，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打就赶紧，不打滚蛋！楚风不耐烦的说道。原来是修炼了神罚玄功，难怪如此大的口气。不过敢与我李翰叫板，就算神罚玄功也不够格。小子，这是你自找的。只见一道流光闪过，那李翰已是向楚风冲击而来，而楚风也不退缩，反而在其出手的同时也向李翰的冲击而去。轰鸣炸响之际，是汹涌的武力在天地肆虐。可是这种惊人的战局并未持续太久便落幕了。李翰率先跌出战圈，不仅嘴角带血，那握着尊兵的手臂都是被直接斩断。可是此时的李翰修为可并非是5品5尊，而是7品5尊，但对此天风剑阁的人并不意外。李翰拥有天赐神体，且又修炼了天风剑阁的玄功，在服用特殊禁药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在5品5尊的基础上连续提升2品修为的。但此时天风剑阁的众人却仍是满脸的震惊，他们震惊的不是李翰的修为提升，而是李翰修为已经提升到了这种地步，却还是败了，并且败得如此之快。一切只因为楚风。此时的楚风手持太古英雄剑，立于虚空之上，看着这样的楚风，天风剑阁的弟子们眼中皆是充满畏惧，不因别的，只因此时楚风的修为也是达到了7品5尊境。他的额头之上不仅有雷纹，身上还有雷霆铠甲，最主要的是还释放出了4项神力，这就是楚风的底气，是楚风敢与李翰交手的底气。可显然旁人没有料想到楚风会强大至此，莫说天风剑阁的人们，就连狱宗地狱使也是感到意外。东域出现了如此厉害的孩子，我居然不知晓。狱宗的狱使看着此时的楚风，目光之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惊喜。而楚风对于这场对决没有丝毫的意外，所以胜过李翰，他的脸上也没有喜色，因为他知道
事情还并没有就此结束，毕竟现在天风剑阁最难对付的不是李翰，而是那位半神境的黑发老者。这位老者虽然从现身到现在半句话都没有说，可只看他那凶神恶煞的脸就知道，他乃是来者不善，就是给李翰撑腰的。李翰还不快向这位少侠道歉？终于，那位黑发老者开口了，只是他所说的话却是让楚风十分意外，他竟然没有为李翰撑腰，反而是让李翰向楚风道歉。是我技不如人，我认输了。而李翰竟也乖乖的爬起身来，真的向楚风道歉。就在楚风不解之际，又有2道身影出现，是楚古雨以及那位刚刚在龙泉酒馆内便见过的深不可测的老者。楚风公子，你太神秘了，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的身份，看看能否从你的武技之中看出你来自何处。其实并无恶意，请你不要责怪李翰师兄，也不要怪我。其实就算你刚刚输了，我们也不会难为你的。楚古雨对楚风说道，而他的这番话也是还原了事情真相。搞了半天，这都是楚古雨的意思，他们没有真的打算难为楚风，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分辨出楚风是来自何方势力。楚古雨说话间，探手一抓，将楚风刚刚丢掉的上宾邀请令从地上抓了起来，但是他看了看这令牌，却又收了起来。上宾邀请令配不上楚风公子的实力，楚风公子若不嫌弃，还请收下这个。楚古雨说话间，又从怀中取出一块令牌递给了楚风。这一次的同样是邀请令，但不再是上宾邀请令，而是至尊邀请令。这令牌的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必然是极为尊贵之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邀请令。楚风公子，这位前辈，刚刚我天风剑阁多有冒犯，还请见谅。楚古雨见楚风收下了邀请令，便又对着楚风与狱宗地狱使施以一礼，表示歉意。而楚风心中多少也有一些生气，但是他却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现在反而是一个机会。楚古雨此举的确不妥，可却也说明了他是真的很想了解楚风，或者说结识楚风。而现在他也知道他的行为不妥，对楚风是心怀愧疚的。这个时候若是提出让其帮忙，他可能不会拒绝。于是楚风咬了咬牙，还是暗中传音于楚古雨，楚姑娘，敢问你天风剑阁这2位前辈是何境界？楚风问道。黑头发的那位是我天风剑阁的刑罚阁阁主，他是1品半神，而我身旁这位乃是我天风剑阁的太上长老，他是2品半神。楚古雨是个聪明人，见楚风是暗中传音询问，他也是暗中传音回应，可否让那位太上长老查探一下我身旁这位是何修为？楚风暗中传音说道。楚古雨沉默了一会，但很快又给予了回应。楚风公子，您身边那位前辈身上应该有宝物，太上长老查探不出他的修为。楚风公子，你们既然是同乡，为何不直接问他？难道你们不熟吗？楚古雨问道。何止不熟，实不相瞒，我现在乃是阶下囚，我是被此人绑架了。楚风说道。楚风公子，当真？楚古雨问道。这种事情我哪敢开玩笑？楚风说道。若是如此，那楚风公子就随我回天风剑阁吧，我天风剑阁愿保楚风公子安然。楚古雨此话说出，楚风心中便有底了。楚古雨明显是愿意帮助楚风，而楚古雨暗中与楚风交谈之后，又光明正大的对楚风说道：楚风公子，我想我爷爷应该也很想见你，楚风公子可愿意去我天风剑阁做客？做客就免了，我们还有事。可这一次还不待楚风回答，那狱宗地狱使便开口了，并且他的声音是有些冷漠的。这一刻，楚风暗叫不好，楚风觉得狱宗地狱使很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楚姑娘，若能救我，我楚风日后必有重谢。楚风赶忙暗中传音于楚古雨，楚风公子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即可。楚古雨此话刚刚说完，天地震颤，2股磅礴的威压已是分别从天风剑阁太上长老以及天风剑阁刑罚阁主体内释放而出。这2股威压皆是半神境，极为强悍，是真正具备毁天灭地力量的威压，但没有波及他人，而是精准的向狱宗地狱使冲击而去。只不过那力量未能触碰到狱宗地狱使，而是在靠近他之后便停了下来。狱宗地狱使早有防范，用他的威压将这力量挡了下来。而现在楚风通过狱宗地狱使的气息与天风剑阁太上长老的气息进行对比，便可以分析出狱宗地狱使的实力。狱宗地狱使的威压与天风剑阁那位太上长老一样，他也是2品半神，同是2品半神。楚风心中的底气又增添了不少。虽说狱宗地狱使很强，可毕竟天风剑阁人多势众，也许真的能够战胜狱宗地狱使。楚风，这是你的意思吧？你在向他们求助？狱宗地狱使看向楚风，果然他已经猜到了眼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前辈，莫要怪我，你知道我非要回去是有要紧事要做的。楚风对狱宗地狱使说道。可谁曾想，狱宗地狱使则是发出一声冷笑，你问问他们，他们敢帮你吗？狱宗地狱使将目光投向天风剑阁，好是狂妄，你当我天风剑阁是吃素的吗？你今日若不解释清楚，为何要绑架出楚风少侠，你就休想安然脱身。天风剑阁那位太上长老说道。区天风剑阁竟敢这般与我说话，你仔细看好了，看看我是什么人。狱宗地狱使此话说完，一阵飓风围绕其周身旋转，与此同时，其头上的斗笠以及身上的长袍也是开始变化。很快，他狱宗地狱使真正的长袍便浮现而出。你是狱宗的人？看着狱宗地狱使此时的穿着，天风剑阁的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恐惧，就连拥有2品半神修为的天风剑阁太上长老也不例外。抱歉，在下真不知您的身份，倘若早知道您是狱宗之人，绝对不敢插手您的事情。天风剑阁太上长老与那位刑罚阁阁主不仅赶忙收起威压，更是对着狱宗地狱使赔礼道歉，就连楚古雨也是不敢说话了。赶紧滚，否则
我灭你了你天风剑阁！狱宗地狱使冷冷地说道。而他此话刚刚说完，天风剑阁的人便全部消失不见，可谓消失的彻彻底底。看到这一幕，楚风心都凉了。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脱困了，却不曾想狱宗的威名在图腾天河竟会如此之大，根本没有交手，只是亮出身份，就将天风剑阁吓得屁滚尿流。楚风，你小子还是打消了回去的念头吧。我决定的事，没人可以改变。狱宗地狱使吓退天风剑阁的人也是有些得意，不由得看向楚风。可是这一看，他却也是神色一动，他发现楚风不见了。不是楚风不见了，而是他所在的空间发生了变化。远处的山脉，近处的山林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片迷雾。那迷雾已经吞噬了整片天地，使得他什么都看不清了。而很快，自那迷雾之中走出了2道身影。是你们？看到这2位，狱宗地狱使也是有些意外，因为这2位他认识，也是刚刚在龙溪拳馆见到过的。这2位正是刚刚向楚风讨要龙泉的父子俩。可是，在见到这位父子俩，这2位的气质完全不同了。明明穿着打扮以及样貌与在龙溪拳馆的时候一模一样，可是此时这位父子俩给人的感觉却是压迫十足，就连那小男孩也同样不容小觑。原来是隐藏了实力。说吧，你们有何贵干？狱宗地狱使问道。这个孩子你不要抓走。那中年男子说道。你也想多管闲事？狱宗地狱使问道。中年男子淡淡一笑，这才说道，我若要多管闲事，你狱宗的人就别想走进九魂天河。我今日不想与你动手，你先把楚风护送回九魂天河之后，楚风安然回到九魂天河之后，宋云我可以让你带走，但那个小女孩你要交出来，她与楚风都不属于你狱宗。中年男子说道。虽然语气平淡，没有敌意，可谁都听得出来，这根本不是商量，而是命令。看样子你是九魂天河的人，我在九魂天河待了这么久，怎么就没想到会有人在我狱宗面前有这么大的口气？我告诉你，你已经惹怒我了，最好赶紧滚，否则……狱宗地狱使话未说完，便发出了一声惨叫。忽然整片天地都扭曲起来，而狱宗地狱使更是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压迫感。那感觉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受自己所控，就连他的生命也同样不受所控。惹怒你的下场我不清楚，但我劝你还是不要惹怒我。中年男子再度开口，语气依旧十分平淡，可是再度看向这位身披麻袋背着砍柴斧头的中年男子。狱宗地狱使却是满眼的恐惧。现在他很清楚，在这个男子面前他毫无胜算可言，二者之间的差距有着天地之别。你到底是什么人？狱宗的狱使问道。此时他的嗓音都发生了变化。狱宗地狱使不是胆小怕事之人，只是对方的实力实在太强，哪怕是他也被吓得不轻。我爹的名字你不配知道，你乖乖按照我爹的话做就是了，不然你恐怕人头不保。那小男孩抢着说道。可是他的声音却根本不再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而是一个成年人的声音。虽然眼下的声音是成年人的声音，可是他的样貌却还是小男孩的样貌，这着实古怪。但对此狱宗地狱使却也并未感到太大的吃惊。此时此刻，相比于那中年男子的恐怖实力，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你无需知道我是谁，你只需按照我说的做即可。中年男子说道。在这种对手面前，狱宗地狱使哪敢怠慢，也是乖乖的将那小女孩放了出来。那小女孩仍在沉睡之中，中年男子将小女孩接过，便转过身去准备离去。记住，不要与楚风提起我找你这件事，不要让他知道。还有，我是叫你将楚风安然的送回九魂天河，若是出了什么岔子，我不仅会拿你试问，我会将你狱宗在九魂天河的所有人全部清除。中年男子的语气始终很平静，可这话落入狱宗地狱使耳中，却是充斥了威慑。话音落下之后，中年男子便与那小男孩一同消失在了雾气之中。很快，雾气开始消散，狱宗地狱使也终于看到了楚风。楚风就站在他的旁边，正在盯着自己，而刚好楚风也在盯着狱宗地狱使，眼中充满了好奇。楚风可不知道刚刚狱宗地狱使经历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刚刚天风剑阁的人离开之后，狱宗地狱使就像是石化了一般，不动了。他有些不太明白这位狱宗地狱使在搞什么鬼，就连他说话，狱宗地狱使也是不予回答，但是他也不敢逃脱，所以只能等待。我刚刚没有动吗？狱宗地狱使对楚风问道。刚刚在雾气弥漫的时候，他明明已经发生了动作变化，可是现在却是处于雾气出现之前的动作，这让他意识到他刚刚很可能身体根本没有变化。那位不是真正的出现在了这里，而是潜入了他的意识之中。你自己有没有动？你自己不清楚吗？楚风问道。此时狱宗地狱使不由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感受到了那位的威压，那是一种他无法抗衡的力量，但是他却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修为。但是他却知道能够直接进入对方意识，这必然非常厉害的存在，所以对方不是在说大话，他真的有实力灭掉狱宗在九魂天河的所有人。楚风，你真的要回九魂天河吗？狱宗地狱使问道。前辈，我真的要回去，人命关天。楚风实在太想回去了，见狱宗地狱使这样问，自然不会放过劝说他的机会。尽管他知道劝说狱宗地狱使的成功率非常之低，但楚风还是在脑海里组织好了劝狱宗的御史的语言。好，那我就带你回去。狱宗地狱使说道。且说话间，便开始带着楚风向远古船送阵赶去，而他的这个举动则是把楚风弄懵了。前辈，您真的要送我回九魂天河？楚风感觉难以置信，连说话都磕巴了一下。这一切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若不是狱宗地狱使坚决不肯放楚风离去，楚风刚刚也不会求助天风剑阁的人帮忙，而他刚刚暗中求助天风剑阁的人帮助自己，本以为狱宗地狱使会责罚自己，可不成想
这位狱宗地狱使不仅不责罚自己，反而决定要送自己回九魂天河，这样的态度转变实在是没有道理。任凭是楚风也想不到缘由。我说送你回去就会送你回去，你可有想去的地方，我直接把你送过去。狱宗地狱使说道。前辈，不用劳烦您了，您若真的愿让我走，其实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楚风害怕狱宗地狱使途中变卦，所以他现在更想摆脱狱宗地狱使，自己回去。现在我们所处的可是图腾天河，这距离九魂天河可是非常遥远的。你别看我带着你到这里，并未花费太久的时间，但那也只是因为我带着你。若是你自己赶路回去，那所要花费的时间可是很久的。我怕你回去的时候，你想救的朋友已经死了。狱宗地狱使说道。而听闻此话，楚风也是觉得十分在理。来时的路上，他也是见识过狱宗地狱使的赶路速度的，那的确是现在的他远远不及的。并且楚风觉得，狱宗地狱使虽然有着自己固执的想法，但却不像是一个奸诈之人。他好端端的，应该没必要骗自己。于是楚风也是说出了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好在来时的路上，楚风曾与怨神婆婆交谈，知道绘制大师闭关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现在倒是可以直接过去。加上楚风猜测怨神婆婆他们应该也是会去救些喵喵的，所以直接过去是最佳选择。虽说觉得狱宗地狱使不会欺骗自己，但是楚风还是有些担心，不太确定狱宗地狱使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帮他。直到狱宗地狱使真的带他来到远古传送阵，并且是进入了返程的通道之后，楚风才相信狱宗地狱使真的要带他回去。前辈，您为何突然改变心意呢？楚风实在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让狱宗地狱使改变了想法？这实在太突然了。这件事你就不要问了，总之我会送你回去，并且你也不用跟我回狱宗了。狱宗地狱使说道。我不用去狱宗了吗？楚风问道。不用了。狱宗地狱使说道。听到这里，楚风更加感到不解了。虽然狱宗地狱使突然决定送他回去，让他不解，可若非要想的话，也是能想到一些可能性的。就比如，可能是楚风的一些行为让狱宗地狱使触动到了，所以才改变了想法。可是现在来看，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狱宗地狱使是那么希望楚风进入狱宗，他是有执念的人。因为这个执念，他甚至不惜冒着楚风可能会死的风险，也要将那育婴种入楚风体内。可想而知，他的执念有多可怕。他其实根本不在乎楚风生死，他更在乎狱宗交给他的任务。而现在，楚风不仅成功种入育婴，并且融合的还十分顺利，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没有道理放过楚风才是。不要问了，总有一日你会知晓的。狱宗地狱使说道。前辈，那假如是我自己想要进入狱宗呢？楚风问道。若你自己想要加入，那是你的事，若你不想，我也不会为难你，但只是我，其他人我可就不知道了。狱宗地狱使说道。前辈，你狱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势力啊？楚风再度问道。这其实已经是楚风很多次询问了。对于这个问题，这一路上楚风真的是询问了很多次。本来楚风对狱宗是十分痛恨的，觉得狱宗就是一个邪门歪道，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手上必然沾染无数鲜血的极为邪恶的势力。可是后面又发现，除了在孩子体内种入育婴，属实丧尽天良之外，狱宗好像真的很少滥杀无辜。就说这位狱宗地狱使，他对楚风的态度也是非常友好的。正常来说，经过之前的事情之后，道海仙姑以及圣光白眉都别想活，但他们都没有事情。哪怕圣光白眉曾顶撞过狱宗地狱使，狱宗地狱使也没有动他，甚至责罚都没有。而楚风最开始也同样顶撞过他，但他也同样没有责罚楚风，甚至还与楚风解释。一路之上，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别的不知道，至少这位狱宗地狱使给楚风的感觉是有些特别的。他自然不是好人，但似乎也并不是很坏的人，所以楚风对狱宗的印象也就没有那么差了。我说了，我狱宗的存在是为了造福天下人，但你若想窥探我狱宗的秘密，还是算了。狱宗地狱使的这个回答，楚风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基本每次他询问都会得到这个回答，但除此之外却什么也得不到。甚至楚风还曾打探过，是不是狱宗的人将不朽星域给收走了。说起不朽星域，就要谈到斩妖大帝的传承。斩妖大帝意识没有彻底陨灭之前，曾告诉楚风，他真正的传承在不朽星域的花海凡界。后面楚风觉得时机成熟了，便想去看看那传承，可不曾想，莫说花海凡界，连整个不朽星域都消失了，而后面的一些线索都将罪魁祸首指向了狱宗。很有可能不朽星域是被狱宗的人偷走了。楚风本想通过这位狱宗地狱使打探一下关于不朽星域的情况，可谁曾想，对于这件事，狱宗地狱使却是直接说了3个字：不知道。别看这位狱宗地狱使会与楚风如同朋友一样的交谈，可实际上他的嘴巴严得很，关于狱宗的秘密，他半个字都不会透露。在楚风与狱宗地狱使赶路的时候，那龙溪拳馆也到了歇业的时候。这次歇业，他们将休息1年，再度开业将是1年之后，并且1年之后究竟会在哪里开业，这也是不为人知的事情。也正因为龙溪拳馆如此特别的营业模式，人们也都很好奇，当龙溪拳馆歇业之后，龙溪拳馆内的伙计们会做什么。而此时，龙溪拳馆虽然离开了悬崖，但还在这片山脉之中，悬浮半空之上。至于龙溪拳馆内的8位店小二，他们已经换了服饰，他们脱下了之前服务别人所穿的衣服，而是换上了相同的铠甲。那铠甲上的鳞片与他们皮肤上的鳞片非常的像，铠甲的气质也与他们族人的气质相符，所以这铠甲绝对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换做其他人穿上这铠甲，绝对穿不出他们的效果。正所谓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用在这8位来自龙溪一族的店小二身上，实在合适。当他们换上了这铠甲之后，没有一个人会将他们再与店小二联系在一起，甚至与他们交谈可能都不敢开口。因此时此刻，这8位店小二的气场实在太强了。
每个都宛如天神一般，不怒自威，让人不敢直视。他们都是极为强大的修武高手。嘎吱！忽然，紧闭的店门打开，一个身材妖娆的女子走了进来。这名女子乃是中年，可却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貌，一双眼睛如狐狸一般勾人，再加上那火辣的身材以及奔放的穿着，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看到她能够视而不见，必然都会被她所吸引。牧城大人，您回来了。看到这名女子，店内的8位店小二皆是面露笑容，却满眼尊敬。这种尊敬可是之前对待那些客人的时候都没有展现的。诸位辛苦了，虽然龙溪拳馆的营业时间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等待你们的可却是更辛苦的事了。这位身材妖娆的牧城大人说道。牧城大人，龙溪拳馆营业的日子倒不辛苦，只是要我们热情服务那些不如我们的人，就实在太难熬了。真是让我体验到了度日如年啊！对，真的太难熬了。这些店小二说道。知道你们辛苦，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礼物。牧城大人妩媚一笑，随后手臂一扬，将把的乾坤袋分别丢向了8位店小二。多谢牧城大人。打开乾坤袋，8位店小二皆是面露狂喜。见8位店小二如此高兴，牧城大人脸上的笑意也是更浓了几分。那是，但很快他的目光定住了，锁定在了那真龙棋盘之上。这真龙棋盘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此一时，这位牧城大人的语气都发生了变化，他的声音在颤抖。牧城大人，忘记告诉您了，这真龙棋盘被人解开了。一位店小二上前说道。解开了？是何人解开的？人呢？人在哪？牧城大人问这话的时候，不仅声音，连身躯都是肉眼可见的开始颤抖，就仿佛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大事一般。是一个小辈，叫做楚风，但他已经走了。店小二说道。什么？走了？你们怎么放他走了？去找此人给我找回来，否则我拿你们试问。先前还一脸和气的牧城大人已是变得狂怒。我们这就去，我们这就去。此一时，龙溪拳馆内的这些店小二都是吓得脸色惨白，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牧城大人露出这样愤怒的表情。其实他们也是有些委屈，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若有人解开真龙棋盘，要将那人留下。不过面对暴怒的牧城大人，他们却不敢辩解。等一下，告诉我那年轻人长什么样子？牧城大人说道。而店小二也不敢怠慢，抬手一挥，便将楚风的模样勾勒而出，同时还将与楚风同行的狱宗地狱使的样子勾勒了出来。牧城大人，这个年轻人就是解开真龙棋盘的楚风，那个戴斗笠的是与他同行的人。店小二说道。还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出去找？找不到就别回来见我！牧城大人怒意十足的吼道。而那些店小二哪敢怠慢，立刻飞掠而出，去搜寻楚风的下落。在那些店小二走后，这牧城大人则是取出了一个盒子，盒子打开，里面密密麻麻的，竟然全部都是带有鳞片的虫子。你们看好了，这2个人给我找到，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抓回来，要活着回来。牧城大人指着那由店小二勾勒出的楚风与狱宗地狱使的模样说道。而他话音落下，那盒子内的虫子也是立刻有了反应。见状，他将盒子向外一扬，那些虫子便如群蜂出动一般，纷纷自龙溪拳馆飞掠而出。只是离开盒子，它们不仅立刻开始变大，连样貌都发生了变化。它们全部化作成人身龙尾的存在，向四面八方飞掠而去。它们速度极快，不过眨眼的功夫已是消失在天地之间。而牧城大人则是坐在了龙溪拳馆的门口，瘫坐了下来。他从怀中取出了一块令牌，这令牌上面写着卿家2字。这令牌十分普通，并不像是什么特殊的至宝，可是牧城大人手握这令牌却是满眼的特别。玄天大人，您放心，拥有天眼的人已经出现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您想找的人，我龙牧城都可以为您找到。牧城大人说道。